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收获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这条视频跟朋友们技术解析一下蔡徐坤的回应公關文我先下個結論，這篇公關文寫得非常好，可以說是目前所有的明星發過的所有針對自身負面輿情的回應文中少有的佳作。當然背後原因倒也不一定是因為這篇回應有多登峰造極，而是其他的回應都着實太爛。這一點我們後續也會舉一些反面例子。而為什麼要做這期視頻呢？因為內行看門道嘛，可以先跟大家介紹一下。由於本人長期在網上衝浪，也算積累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影響力，因此在我自己的律師業務板塊中藝人、網紅和 MCN 機構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同時我也給政府部門提供過有關的諮詢對於此類公關回應的生產流程我算是比較了解的。但是我和其他同行有點不一樣，那就是我通常是隱藏在黑暗當中，因為我如果走到台前，那就是增加公關變量了。總而言之本視頻技術性很強，嚴格來說屬於收費項目。即使是律師同行我也建議你點擊一下收藏。如果是非業內的人士，我會建議你一鍵3連並點擊關注。日後如果再出現類似事件你可以回頭進行印證。好，正文開始。在正式條分履析前為了便於大家理解，我先總體說一下此類公關回應的處理邏輯。面對負面輿情對藝人來說，評判公關行為的好壞，其實根本就不看他有沒有回應公眾的關切。一般情況下只有2個重要的評判標準：第一是能否消除影響，第二是能否讓受眾滿意。我們先說第一點什麼叫消除影響呢？通俗來說就是讓事情趕緊翻篇。在此情況下，如果負面輿情純屬捏造，那就是送上門來的菜，當事人通常是願意盡快回應和起訴，形成那麼幾個勝訴案件，殺雞儆猴的。而如果事件對自己就是真的特別不利，對面指控的事情自己就是做了，那就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比如有的直接選擇不回應，黑暗榮耀裡面有句台詞說得很好我回了沉默，回沉默也算回應而且通常非常有效。我經常說過這麼一句話，叫魚的記憶只有7秒，網民的記憶只有7天。地球很大，每天都有新新聞，你回應了就等於再造了一個熱點，給吃瓜群眾提供新瓜，時效中斷，重新算7天。而如果你不回應，7日之期已過，而這事兒說不定也就慢慢的翻篇了。也正因如此你會發現現在很多回應輿情有一個慣用的話術，叫已經關注到此事，正在調查。你要說有提供信息嗎？有在調查嘛，但調查結果啥時候出來，通常就不好說了，至少先等7天吧。什麼叫服務好受眾呢？簡單來說就是你要非常明確這篇文章你到底是寫給誰看的，是寫給黑子看的嗎？黑子又不会為你消費，你寫給他們看幹嘛？就算你寫的天衣無縫，他們依舊能從雞蛋裡挑出骨頭來。UP 主們依舊會把你當成靈感源泉，以你為主題創作無數作品。是寫給社會大眾看的嗎？也不全是，普羅大眾就是圖一樂，像我這種看了帶大家一起吃個瓜。句號。以前這類公關文主要是寫給粉絲看的，而現在這類公關文還有一類非常重要的受眾，那就是能讓他耗沒了的人。甚至說粉絲都是排在第2位的，後者才是第1位，因為前者只關乎賺多賺少的問題，後者是關乎自己演藝生命生死存亡的問題。在明白這2點後，我們回到文章條分履析。首先第一句，大家好，我是蔡徐坤這句自我介紹首先奠定了一個好的基調。其實他都用自己賬號回應的，大家能不知道他就是蔡徐坤嗎？知道但先自報大名會給人一人做事一人當的心理暗示。第2句，很抱歉占用了大家的時間與關注，這句話其實是另外一句話，很抱歉占用了社會公共資源的變種。其實很抱歉占用社會公共資源本身是一句很好的公關詞，因為會顯得自己比較無辜。潛台詞是這事兒有社會負面影響沒錯，但這也不是我主動曝光的，事情沒被媒體炒起來，負面影響不就沒有了嗎？風波不是我掀起的，要怪也不能怪我。但為什麼這篇文章裡沒有直接套用呢？很簡單，因為直接套用的明星太多了，直接複製粘貼會顯得自己很不真誠。但這話想表達的意思是挺好的，所以就換湯不換藥，換了一句話來進行描述。前2句都是鋪墊，第3句乾貨來了。2年前我處於單身狀態，與 C 女士有過交往，雙方之間的私事已經在2021年妥善解決，彼此沒有進一步的糾葛。這句話是陳述事實，所以要放在開頭，因為大家對一件事的所有評價都需要基於事實進行。舉方先拋出事實，既為後續立論做鋪墊，也給公眾塑造事實印象有利於自己這一面。
而回到這句話本身呢，它其實想表達兩層意思。第一層呢是雙方是正常的兩性交往，其次呢這段關係已經妥善解決，沒有進一步的糾葛。注意啊，妥善解決並不代表沒有發生爭端，但過程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終雙方還是協商出一致的意見了，算是和平的結束。既然我們當事人都已經把這事兒翻篇了，所以吃瓜群眾還是散了吧。不過呢，這段話留了一個解讀空間，那就是啊，妥善解決到底是什麼時候妥善解決的？如果是2021年就妥善解決，雙方在彼时就達成一致，2年後就是曝光，那又是誰在違約呢？如果事情是這幾天才妥善解決的，那麼你又為什麼掀起風浪？然後我們又是怎麼妥善解決的呢？當然，強調啊，這個小尾巴只是我單方面的過度解讀，相信呢本文沒有這個意思。總的來說啊，第一段是奠定事實基調，明確事情已經解決，與當事人的爭議已經不存在啊，吃瓜群眾可以散了。第二段就很重要了，其中啊，第二段的第一句話核心呢是在強調自己既不存在違法犯罪，也不違背公共道德。可以說啊，這句話是整個公關文的靈魂。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這段話會直接影響到他的演藝生命。簡單來說啊，這是必須要強調的，因為如果你不強調本事件不涉及違法犯罪，那你號呢可能就沒了。而如果不涉及違法犯罪，那即使是事情有錯啊，也是私德。根據既往案例呢，私德歸私啊，具體我就不多说了，懂的都懂。第二句，懇請相關自媒體不傳谣不信謠。注意啊，這他說的是自媒體，不是媒體。與此相對，在第三段他痛心疾首道歉的時候呢，道歉對象用的是媒體，不是自媒體，這就尤為值得細品了。一說到自媒體，大家啊，尤其是粉絲，天然會形成什麼印象呢？狗仔捕風捉影，捏造事實，用各種不法手段傷害我哥哥，吃流量飯。懇請相關自媒體不信謠不傳謠啊，說是懇請，但態度呢其實很明確，你要是再在這兒搞事情啊，我就要對你搞事情了。而少了這個字啊，只有媒體，諸位會想起了誰呢？結合此前蔡徐坤與法制日報、央視頻等權威媒體掛鈎的熱搜啊，答案就不言自明。是的，對於自媒體，請你不要造謠；而對於權威媒體，他真誠道歉，謝謝你們一直關注我的發展與成長。第三段那就是表態道歉了，自責懊悔，然後道歉對象很明確，信任他的歌迷以及我們剛剛提到的媒體朋友。公關文最為核心的兩部分受眾，然後表態啊，約束言行，接受監督，最後呼籲保護當事人，就是自己啊，尤其是 C 女士的隱私。一是強調呢自己也有隱私權，這是私事兒；二是免責，我真誠呼籲大家尊重和保護 C 女士的隱私在先啊，我做到了我該做的。如果以後啊 C 女士不受控制的啊隱私被狂熱的粉絲曝光，那就絕非我的本意了。整篇文章呢介紹了有利事實，照顧了各方受眾，每一句廢話也沒一個字多餘，用8個字來形容啊，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朋友們，專業啊，把專業打在公屏上。至於有自媒體，我強調啊，自媒體瘋傳的，強調瘋傳，即意味着還未經證實的啊，藝人的母親裝監控的問題。有朋友問，怎麼一點都沒有在公關文裡體現呢？原因很簡單，一方面，如果一個人真的有未經允許私自裝監控，那他將不僅僅是涉嫌違法，還有可能涉嫌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若是犯罪，那此前我們介紹過，是有可能影響到演藝生命的，屬於特別敏感的問題。公關回應呢，核心目的是為了消除影響。從這個維度來說啊，對重大敏感問題保持謹慎，甚至於回避是當然之舉。其次啊，當事人對此也有充分的理由，因為即使啊，強調這裡的即使呢是假令情景，不代表對事實的認可。即使真的存在有關行為，那也不是藝人自己做的，藝人無需在對自身問題進行澄清時進行解釋。所以啊，真的我都能想象这篇回应文從原始版本到最終定稿，到底經過了公司內部團隊及外部律師多少次修改，才能改到如今這個地步。說到這兒啊，我想蔡徐坤的粉絲們應該可以放心了，原來哥哥呢真的是有最專業的團隊。假如日後，注意啊，我只是說假如啊，他的星途再次受挫，那粉絲朋友們真的不能把鍋全甩到团队上了。至少本事件已經表明啊，他們的業務水平在寫公關文的層面真的是業內頂尖。當然了，這篇文章也完全有可能是蔡徐坤啊天縱奇才自己寫的。如果是他自己寫的，朋友們給他走一波台子，好吧。最後，如果朋友們感興趣，我可以再跟你們分享一下此類公關回应文的制作流程。和大家想象的明星藝人都有專業的公關團隊不同啊，其實大多數藝人都沒有所謂專門的公關團隊。就我個人經驗啊，此類公關文的寫作一般分為3種。一種呢，就是藝人什麼都不用管，團隊直接幫他操辦的。寫此類文章時，經紀人、親朋好友、律師甚至老闆都是會親自下場，從公關法律的層面進行綜合把控。做完以後呢，團隊內部評議，確定沒有修改啊，包括沒有錯別字以後，定時發布。比如我就直接幫一名客戶草擬過公關文啊，沒辦法，
略懂一點互聯網，又略懂法律，都沒人能幫我分擔工作啊，突出一個辛苦。這種團隊合作呢，通常集中於專業的經紀公司，因為這些公司藝人多啊，藝人多，風波也多，所以就積累了一定的處理經驗和解決方案。當然呢，也有直接委托律師操刀律師函的。不過此前也是蔡徐坤及另外一位吴姓的藝人啊，把律師函搞出梗以後，面對急性的公關事件啊，一些有經驗的律師会直接建議客戶直接發個人或通過公司出聲明。第二種是對一些有一定寫作能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客戶，由于他们面对舆情啊，自己有表達欲，且自己受眾有哪些特點，該怎麼說，他某種程度呢也懂，因此他們通常是會自己主動寫稿，然後給團隊和律師過一遍，修改後確認無誤就直接發布。最後一種我稱之為曠世奇才，就是真一人做事一人當，真微博賬號實控人。在出現輿情以後啊，二話不說就真的是擼起袖子自己上，然後讓大家真正的明白什麼叫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比如很多從來不分段以及不怎麼打標點符號的文章，這些文章呢一看就是當事人自己寫的，因為但凡是收了錢的都會覺得這麼寫對不起自己的工作。最後啊，我還要說的是啊，在真實的公關事件中啊，處理問題的關鍵其實並不完全在於公關文，關鍵在於事情最後到底是怎麼解決的。比如，如果藝人沒有和 C 女士協商一致， C 女士不認可這篇文章，又回了一篇針鋒相對的，怎麼辦呢？所以基本上面對輿情，當事人都是線上線下兩手抓的。相信在沒有回應的這幾天啊，藝人的團隊並沒有閒着，都是打工人，都在加班。好，今天的解析就到此為止，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如果你覺得有收穫，可以保持關注。我是法山，我們下期再見。